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穷人和富人的差距，看这3点就足够了。因为童年的经历，6岁时他发誓一定要摆脱贫穷，在3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为了实现梦想，他只身远赴美国闯荡，学法律，开贸易公司。但好景不长，26岁那年，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债务勾住。但最终，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投资理念，解除债务危机，并在4年后实现了财务自由。他就是《小狗钱钱》的作者博多·舍菲尔，是欧洲第一理财大师，被誉为欧洲巴菲特和欧洲第一金钱教练。实现财务自由的舍菲尔，光是个人资产产生的利息就足够过上富有的生活。但舍菲尔没有停下，他想把他的理财知识传播出去，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穷。而《小狗钱钱》这本书是舍菲尔专门写给孩子的理财启蒙书，却不想出版后竟收到无数人成年人寄来的感谢信。他的主题是教人们如何像富人一样去理财。生活中的我们总觉得钱不够用，吃穿住行要用钱，看病养老要用钱，反正生活中用钱的地方多的是，但生钱的地方好像就只有努力工作一条路。这本书呢，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按照它的指引去实践，会发现生活中能赚钱的地方多的是，而实现财务自由其实也没有想的那么难。特别喜欢序言中的一句话：成功的故事很少有精彩的翻版，但故事中包含的道理却可以帮助我们在遭遇困境时找到最佳的出路。今天呢，想将书中最触动我的3个观点分享给大家，相信他们会带你走上财富自由之路。存钱是财富积累的第一步。书的一开始，吉亚一家就因为没钱而陷入了经济危机。小狗钱钱告诉吉亚，他的父母之所以陷入经济困境，是由于没有学会理财的艺术。为了不让吉亚重蹈覆辙，小狗钱钱开始教吉亚理财，而理财的第一步就是存钱。小狗钱钱把存钱分了2个步骤。第一，列一个梦想清单。首先，写下10个你想要变得富有的理由，越具体越好，然后从中挑出3个最重要的。钱钱说，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家很大的邮购公司。如果你给一家邮购公司写信说，请给我寄一些好东西来，你肯定什么都得不到。我们的愿望也一样，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自己心里渴望的是什么才行。写梦想清单就是帮助我们看清自己、明确目标的过程。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你不光明确了目标，还计算出了实现每个梦想需要的具体金额。比如，你想要买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你可以写下你想买多少价位的电脑。还有，最好把梦想清单贴在自己每天能看得到的地方，这样它会不断提醒你。第2步呢，就是为梦想建立储蓄罐。有了梦想清单，那接下来就是存钱了。关于这部分我可以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刚毕业，我月收入5000，那会儿呢，我就强制自己每个月存2000元。每个月工资一到手，首先就是拿出来2000元，存到一个单独的账户。那会儿呢，是在余额宝。这部分钱不管生活多难，我都不会花。有时候到月底了，钱已经花完了，我就问爸妈先借钱，先渡过难关。等到月初发工资了，我再还给爸妈。再后来跟同事采访了一个理财专家，理财专家说，存钱的原则是收入的50%。我心想，这个要比我的方法科学多了，我就开始按照这个方法存。我第一个1万、5万，甚至10万，都是这样慢慢积累下来的。有人可能说你这是毒鸡汤，如果我挣的连花的都不够，那还怎么存钱啊？事实是，如果你现在挣的钱不够用，那么你就算挣现在的2倍、3倍的钱也不够用。
之相对应的是，你把挣的钱多花了，和只花80%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若是后者的话，你还可以把剩余的20%它的收入给存起来。当然，这个存钱的比例啊，还是要看自己的消费水平，但是一定要有所存储。就像舍菲尔说的，没有人能仅仅通过挣钱就变得富有，财富产生于你对金钱的留存。许多人啊都有一个不明智的想法，等我挣到足够多的钱，一切都会好转起来。但实际上，生活水平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你的需求往往总是和你所拥有的一样多。更进一步的说，不储蓄就只能负债。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或许有很多种，但一切的最开始肯定是存钱。无论世界首富还是理财专家，都是如此走过来的。如何赚更多的钱呢？吉亚的愿望清单中有一条是去美国当交换生。想要实现这个梦想，仅仅靠积攒零花钱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挣足够多的钱才可以。但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能靠什么挣钱呢？为了启发吉亚，小果前讲了达瑞的故事。达瑞8岁的时候啊，想看电影，但是他又不想跟父母要钱，那就要自己挣钱。刚开始他想到了卖汽水，显然寒冷的冬天这并不是人们的必需品。后来在爸爸的启发下，他想到了帮助人把报纸拿到家里。当时呢，周围每个家庭都会订报纸，但邮递员只把报纸放到屋外的邮箱里，所以就需要人们出门去拿报纸。冬天出门拿报纸，可想而知有多痛苦。达瑞看到了这个商机，帮助别人把报纸拿到家里，然后收取1美金的报酬。后来呢，在此基础上啊，达瑞又发展了新业务，遛狗、倒垃圾、买东西。由于业务太多，达瑞忙不过来，于是他又把50%的钱分了出去，雇佣其他孩子给他干活。12岁时，达瑞写了一本畅销书《孩子赚钱的250个方法》。17岁时，达瑞的年收入已经高达几百万美元。达瑞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想要赚到钱，你要做到2点：一是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那么你就能赚到很多钱。之前听小松奇谈，高晓松就说，凡是能填补市场空白的人，都能赚到钱。而为别人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填补空白。细看如今的各行业龙头，无一不是在解决人们难题后收到了丰厚的回报。阿里解决了人们网络购物的难题，京东解决了人们奢求正品的难题，微信解决了人们及时社交的难题，饿了么解决了人们吃饭的难题。二呢，是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能做的和拥有的东西上。如何为别人解决难题，或者如何找到自己能为别人解决哪些难题，那这个需要建立在你自身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就像吉亚受到达瑞的故事启发，他发现自己比较喜欢和小狗玩，那他可以帮助别人去遛狗，再高级点，教会小狗一个本领，还能单独收费。月亮和六便士中说，满地都是六便士。虽然这是作者的讽刺，但生活中确实如此。只要你善于发现，处处都是商机。3个秘诀解决债务问题。之前有个词叫穷精致，说的是那些手里没有1分钱，还非要买各种奢侈品的行为。《富爸爸穷爸爸》一文中呢是这样解释穷精致的：富人与穷人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富人最后才买奢侈品，而穷人和中产阶级会先买下诸如大房子、珠宝、皮衣、宝石、游艇等奢侈品，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富有。他们看上去的确是很富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深陷贷款的陷阱之中。绝大部分人呢都有大大小小的债务问题，小到问别人借钱、开通花呗，大到背负房贷、车贷，还有逼死人的网贷。负债就像从上往下滚落的雪球，刚开始很小，但慢慢就会越来越大，最终造成雪崩。怎样走出负债的怪圈呢？书中的小狗钱给出了3点建议：1、停止使用信用卡消费。
相信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啊，刷信用卡时往往要比刷银行卡来得更爽快。刷银行卡时呢，可能还会犹疑，但是刷信用卡眼睛都不带眨的。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最好是停止使用信用卡、花呗之类的消费。如果迫不得已使用，那一定要调成最小额度的。二呢，尽可能按照较低的分期额度来支付，拉长还款周期。举个例子啊，比如房贷60万，2种分期方式，每个月5000，10年还完；每个月2500，20年还完。那一定要选择后者，因为你无法预料生活中还有哪些需要花钱的地方，到时候钱不够用了，就会增加新的负债。三呢是花每一笔钱之前都要问一句自己啊，这真的有必要吗？这一点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你的债务问题。我呢在实操中是这样做的，有想买的东西了，先添加到购物车，放上一段时间再去下单。下单的时候呢，再问一下自己还有那么想要吗？我们的消费啊，有很大部分都是冲动消费，这样放上一段时间，反而能够冷静下来。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奖励消费，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同时对应一个奖品。比如坚持锻炼4周，奖励自己一支想要好久的口红。这样呢，既完成了目标，也给自己的消费啊设置了门槛，可以避免不理性的消费。道德经里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舍菲尔看来，人们之所以会陷入经济困境，是因为没有早早地学会理财的艺术。只要掌握了金钱的秘密和规律，并认真地去实践，任何人都能变得很富有。理财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关键是你必须要有理财的意识。如果没有本金，那就设定消费门槛，开始存钱。如果有了本金，那就学习投资，让钱流动起来，最后达到钱生钱的目的。没有人能仅仅通过挣钱就变得富有，但很多人都能够通过理财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理财啊，就如种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知足的人最好命》。知乎上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当代年轻人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其中高赞的回答是：现在的人期待值太高了。我们总是习惯给自己的生活设置过高的期许，给世界增添太过梦幻的滤镜，所以我们往往一生忙碌，也只是收获了苦和累，没有任何幸福感可言。适当降低期望值，更容易让人收获幸福。降低对别人的期望值，就能提高自己的幸福度。同事阿光上月打算买房，差5万首付款，于是跑去向朋友借钱。一个朋友是他的好朋友，阿光知道他有余钱，所以心里充满期待，想借5万，但你后还你。阿光直截了当地说，没想到好朋友的回答是：不好意思，我也正考虑换房呢。这让阿光失望极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另一个朋友是普通朋友，平时也没什么特别的交情，所以阿光对他没抱任何希望，只是随口问了一句：首付差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余钱？没想到几分钟后，这朋友转了5万过来，太意外了，阿光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能从一个普通的朋友那里借到钱，真是雪中送炭。当我们总是对亲人朋友的期待过高时，往往失望的机会随之增加。其实期望值降低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宽容接纳包容的过程。有句话说得好，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有人总结过期望值过大对人的影响：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跑一会儿步，期待它让我瘦下来；发一条朋友圈，期待它被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以好回报。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我会身心舒畅；如果没有实现呢，就自怨自艾。一棵树上的2片叶子尚且没有相同的，
我们又何必要求大千世界的事事物物都必须要按照你的标准发展呢？试着把自己对别人或者事物的期待降低，收获的不仅仅是意料之外的欢喜。降低期望值，相信我们一生能遇见的都是上天的馈赠。降低对自己的期望，人生的路会更顺畅。前段时间跟朋友聊起前同事娜娜，她现在在一家心仪已久的高新公司做事，但约她聚餐总是被拒绝，拒绝的原因只有一个：加班。她聪明勤奋，而且人生目标清晰，听起来她是一个成功的人。是的，以前我们总是这样认为。跳槽后的她，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为了能买下人生第一套房，她努力加班。这份工作虽然收入增加了，可是工作量却大大提高，令她吃不消。想起以前我们的生活，放工后可以轻松愉快地聊天、读书，做自己喜欢的事。娜娜在微信群留言，大多数是现在心情很差，没时间睡觉，皮肤差，健康亮红灯。我们劝她多为自己健康着想，健康没了，挣多少钱也没用。听了我们的建议，她逐渐减少加班的次数，不再为业绩冲刺。虽然收入减少了一点点，可是她的人生却找回了颜色。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把目标定低一点，力所能及的去做事，你会发现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降低期望值不等于放弃对于生活的努力，有时改变一下对期望值的解读，很多东西就跟着改变了。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大师久居深山，几十年都在苦练移山大法，终于修成了正果。有人听闻后前来拜师，虔诚地向大师请教：大师，请问您是用何种神力将大山移开的？我如何才能练此神功呢？大师苦笑道：练此神功非常简单，只要掌握一点就行了，那就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像大山一样挡在面前，你不能改变大山，但你能改变自己。凡事先从自己身上找对策，期望太高会把成功拒之门外。不走弯曲的小路，从最简单的直路一直走，一样能走到尽头，且不费心神。知足才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调查报告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很多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伪幸福。究其原因，期望值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言道，知足常乐，许多人心中都有他们向往的生活，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一个成绩中下、经常考试不及格的同学，马上考到100分是不现实的。劝他先把目标定为70分，会更容易成功。一个单身女性择偶条件是对方高大英俊、有车有房、对自己好，劝她先从对自己好这方面找，会更容易找到合适人选。一个职场新手想在公司尽快成为部门主管，可是他的能力不足，劝他先好好积累经验，才能升职更快。把期望值定的比较合乎实际一些，可以先试着制定一小步能够容易实现的期望值，这样不断修改期望值，期望也被不断实现。过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你在不断进步。有一句话说得好，美好的一天就是事情比预期进展的更顺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可没有谁的人生能够十全十美，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幸福也是有限的。别总妄想着事事都能完美无瑕，不完美的才是真正的人生。当你对自己和别人不再有那么多期待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变得更好，世界也变得更好了。给自己时间成长，也给对方时间成长，减少期待，减少要求。愿你我都能在纷杂冗长的时光里，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
晚8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意夏。抵抗焦虑最好的办法，拥有松弛感，提高容错率。博主费同学号称误机达人，由于不想在机场耗费时间，他经常踩点到机场。为此，他还积累了许多经验，例如如何向紧急柜台寻求帮助，如何申请即刻通道，以及如何快速办理改签等。许多人羡慕他的松弛，纷纷感叹，原来误机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生活中，许多人总是想着怎样才能不犯任何错误，但在管理学中，有一种概念却认为，当犯错难以避免时，不妨想一想怎样将犯错的后果降到最低。这就是所谓的容错率。很多时候，为难我们的并不是生活，而是一味追求完美的自己。别把自己绷太紧，学会提高容错率，生活才会有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容错率低的人都活成了易碎品。反脆弱一书中写道，很多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就变得像玻璃球，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摔碎成一地。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挑战，面临一些压力。容错率低的人，在遭遇变故的时候，往往无法适应或接受，而最终使自己落入深渊。电影《黑天鹅》的女主角妮娜就是一个事事追求完美的人。从小，妈妈就告诉她要成为最卓越的芭蕾舞者，跳出最优美典雅的动作。因此，为了保持身材，她严格控制饮食，一口也不会多吃。为了皮肤的光洁，就算背上长了小疙瘩，她也不会去触碰。如果发现手指头上脱了皮，她就赶快撕掉，哪怕会扯掉一块肉。这样的妮娜，在同学们眼中是白璧无瑕的芭蕾舞者，是最优雅的白天鹅化身。在新一季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导演需要领舞者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纯洁、善良、高贵的白天鹅，另一个是性感且狡诈的天鹅皇后黑天鹅。生性单纯善良的妮娜并不能满足导演的要求，但最终，妮娜还是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角色。因为想要演绎出极致完美的黑天鹅，妮娜的心中产生了痛苦的挣扎，并最终出现了精神分裂。在幻觉中，妮娜反抗母亲，伤害自己，杀害了竞争对手，而最终，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完成了黑天鹅的成功。甚至临死，妮娜说出口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 "I was perfect， 我是完美的。"英国诗人戈尔德斯密斯说过，人生最大的光荣，不在于从不失败，而在于能屡破屡起。高容错率的人，大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一路探索，一路成长。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就要看清自己的能力边界，降低期待值，允许自己出错，才不会产生过多的焦虑。人生本就充满了起伏，失败才是生活的常态。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以一颗平常心来坦然面对一切。过度追求完美其实是一种病态。知乎上有人提问，为什么优秀的人从不追求完美？有人回答道，因为完美是追不完的，盲目的追求完美只会让人陷入疯狂的怪圈之中。正如古话所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若总是过度苛求至真无瑕，总有一天你会不堪重负，使结果会适得其反。网友大菠萝在微博上分享了他的经历。工作几年来，大菠萝一直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许多任务他都完成得又快又好，且鲜少出错，因此经常得到老板的夸赞。有一回，主管交给他一项时间仅且十分重要的任务。按说他之前有过做类似方案的经验，这次的任务对他来说难度并不大。大家都说，完成这次任务后，大菠萝很可能就要升职了。但谁也没想到，到了汇报的时候，他的方案进度竟然差了一大截。原因就在于他的每一步都想要做到完美，不留一点瑕疵。同组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方案已经很优秀了，但大菠萝认为，距离他心目中的完美方案还有很长的距离。于是他又把一切推翻重来，结果到了最后截止时间，他也没能拿出一版完整的方案。最终，由于他的原因，公司损失惨重，他自己也被扣了不少绩效。太过渴求完美的人，通常都活得并不幸福，因为他们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怀抱着极高的要求和期待。一旦失误超出了限度，他们就会失去对事态的掌控感，从而造成更糟糕的结果。与其抱怨生活的不圆满，不如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如意，也接受自身的缺点。如此，日子才会过得自在随心，生活也就多一份惬意与满足。人生最大的趣味在于过程。在我们与生俱来的七情一书中，作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男士，本来是一名小有成就的外科医生，但因工作失误，他被单位辞退了。
由于没有其他单位愿意聘用他，为了生计，他只能去做玻璃清洁工。一开始，亲戚朋友都担心他迈不过这个坎儿，但没想到他的状态非常好。他借着新工作的机会，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生活得非常从容。他说，生命中有太多的挫折，我们无法避免，但如果能坦然自若地体验每一个过程，就总能找到幸福的裂缝。容错率高的人，就是懂得在任何过程中寻找乐趣的人。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生活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体验。一个好的生活家会享受生活中的一切，而不是执意要做个梦想家。同事静静曾给我们分享他读书时的一段经历。有一次，静静和大学同学去攀岩，前一晚，两人就兴致勃勃地约好，一定要一起登顶。在险峻的崖壁上，一开始两个人还能保持差不多的距离和节奏，但渐渐的，静静的同学感觉自己有些体力不支。经过几次短暂的休息后，他仍然无法再继续攀爬。最终，这位同学停了下来，被工作人员救下，而静静则咬牙坚持，最终攀上了最高峰。下山后，静静走到同学身边，想说几句安慰的话，谁知同学一脸坦然地说：“不必安慰我，我并不觉得遗憾。对我来说，并不一定要登顶，反而是攀岩过程中的经历更重要。”随后，两人会心一笑，开开心心回学校去了。其实，所谓成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论，许多事情在做的过程中就已经实现了它的意义。生命这趟列车，所有人的终点都一样，因此让过程尽可能多彩一些，才不枉此生。不要给自己设定那么多理想中的结果，只要认真地朝前走，路上的一点一滴皆是收获。说到底，人生这场游戏，参与比获胜更有意思。写在最后，李笑来在《7年就是一辈子》里说，如果一个系统不能容错，那么它就是脆弱的。有一点错就直接停止运转，那系统基本上就是个废物。我们的这一生亦是如此，与其止步不前，陷入焦虑，倒不如学会放松，顺势看看沿路的风景，寻找柳暗花明。拥有松弛感，提高容错率，是抵抗焦虑最好的办法。愿你我往后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人生的游乐园里一边冒险，一边充满期待。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香寒。中年以后，常点头，多低头，莫回头。生活中，不知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有的人事事争辩，处处逞强，时常不受他人欢迎；有的人孤高自傲，心比天高，却被现实狠狠打击；有的人顾影自怜，郁郁寡欢，始终生活在阴影下。年少时，我们总想出人头地，拔得头筹，不肯轻易让步。人到中年，试错成本直线上升，只要犯一次雷区，就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千万不要等到事后才追悔莫及。往后余生，遇人遇事，请记得常点头，多低头，莫回头。常点头，让出路子。卡耐基曾说，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人年轻时，一旦感到被冒犯，就想立即回击，争来争去，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招来怨恨。自媒体作家刘小念曾在网上分享他的亲身经历。过去，他在一个偏远的工业园区上班，每天下班后都会搭老夏的车回家。有一次下班路上，老夏的车被追尾了，结果追尾的那个司机反倒责备老夏：“你怎么开的车？”老夏没有跟他争执。很快，交警来了，问了情况，看完现场，交警最终判定对方司机全责。等办完理赔手续，临走时，那司机扔下一句：“以后好好开车，你不着急，还耽误别人的事呢。”但老夏仍然没有说一句狠话。这时，旁观了这一切的刘小念觉得那司机太过分了，忍不住说了他2句。老夏却笑着说：“他的情绪已经崩了，我何必再火上浇油呢？”与人相处，由于立场、观点不同，言谈难免有抵触之处。若凡事都要争辩、反驳，只会激怒别人，扩大矛盾，引发更大的冲突。俗话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从小在言语上争上风，无异于一场灾难。与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如求同存异、息事宁人。大事不糊涂，小事能让步，才能涵养气度，避免冲突。多低头，放下面子。知乎上有网友提问：一个人要经历过什么才会放下面子？
高赞回答是：当人变得睿智了，就会放下面子。过于看重面子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给拖垮。真正聪明的人，早已逃离了面子的怪圈，专注于自我发展。我的邻居老李在一家企业当会计，后来公司不景气，领导找他谈话，将他辞了。他心有不甘，就在别人的怂恿下学着创业。但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他去跟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不懂行情，最后赔上了所有的本钱，还负债累累。但他不愿低头去找工作，每天只出不进，积蓄很快就花光了，债务却还没有还清。就这样，一家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债主们也纷纷上门催债。他的妻子因受不了他债台高筑，就带着孩子离他而去了。亲戚朋友眼看他日渐消沉，东拼西凑总算为他还清了债务。直到此时，老李才幡然醒悟，懂得了为生存低头，为五斗米弯腰。他重新找了一份保安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妻子在看到老李的改变后，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一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很认同一句话，当一个人最看重的东西是面子，那他为此失去的一定很多。太看重面子，不仅让人活得很累，而且会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放下面子，抓住每一次向上成长的机会，生活才会变得更加顺畅。身处人生的低谷，为生存竭尽全力，并不丢脸。毕竟，低头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成熟。善于低头之人，才更能笑对风霜雨雪，迈过人生的沟沟坎坎，将荆棘的变成栽满鲜花的大道。莫回头，过好日子。有些事情，如果一味的揪住不放，伤害的不仅是他人，更是自己。不幸的过去就像一道伤疤，越想揭开会越疼。不去理会，学会释怀，才能走出伤痛，迎来新生。曼德拉曾因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被关押27年。出狱后，他成功竞选为南非总统。在总统就职礼上，他主动邀请了当年看守过他的三民狱卒前来参加。漫长的牢狱岁月虽然囚禁了他的自由，但是也使他学会面对人生的苦难。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曼德拉毫不避讳地谈起了自己的牢狱经历，并且表达了对三名狱卒的敬意。他说：当你迈出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你仍在狱中。如果沉湎于过去，迟迟不肯释怀，无异于画地为牢，自己折磨自己。忘掉过去的不幸，扔掉痛苦的包袱，用心过好现在的每一天，人生才能柳暗花明。有句话说得好，活在过去，处处是心结；往前走，处处是好运。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放不下的事，不妨闲庭信步，笑看流云落花。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过往不恋，未来可期。梁实秋说过，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行至中年，方懂得换一种心境过生活，才能圆融而不圆滑，方正而不死板。听到不同意见，别急着反驳，常点头，让出步子。遇到人生低谷，别一味强硬，多低头，放下面子。结束一段旅程，别耿耿于怀，莫回头，过好日子。余生，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走好脚下每一步路。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人生在世，最难的是成全自己。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情节，就是期待自己有个完美的人生，比如有幸福的婚姻，有优秀的儿女，有满意的工作。然而现实却总是不能如人所愿。想要人生完满，人需要自己成全自己。世事烦忧，接受变化。知乎上曾经有人提问说，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高赞回答是：舍不得，放不下，输不起。其实这话说白了，就是不敢接受现实的变化。纠缠过去的人，往往把人生弄得一团糟，既回不到过去，又过不好现实，还毁了将来。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女主人公李雪莲，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与丈夫秦玉和为了生2胎，去法院办了假离婚。结果秦玉和离婚后另娶他人，她咽不下这口气，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明明说好的假离婚，凭什么你娶了别的女人呢？她去法院告状，希望法院判他们复婚，然后她再真离婚。秦玉和自然不愿意陪她折腾，还说她是潘金莲。
一告就是20年，从满头黑发到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一个女人一生最好的光阴就这样在毫无意义的纠缠中逝去了。本来他有机会开始新的感情生活，他的高中同学赵大头真心喜欢他，想娶她，结果他没有给他机会，最后因为秦玉和的意外死亡，状也告不成了。活成笑话的他想到了死，他的认知里是前夫害了他的一生，其实害他的是他的执念。柏拉图曾经说过，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对人生而言，那些走散的人，逝去的情，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要学会接受而非强求。在节目《向往的生活》中，任嘉伦和何炅说起了小时候要好的朋友，在自己成名之后都渐渐地远离了自己，语气里满是不舍和伤感。何炅安慰说他，虽然我有很多朋友，我也很在乎身边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奢望把任何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因为这个很难。有的人他来只是陪你一段，经历越来越多才会明白，有些事情注定会成为故事，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故人，有些路注定要你一个人走。我们只能以平常心接受已发生的事儿，以从容之心面对难割舍的事儿。有句话说，是非求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得失评之于天。当你不为人生的得失而焦虑不安，不为逝去的爱而耿耿于怀，不纠缠，不挽留，不强求，内心安然，你会重新开始新生活，遇见新的幸福。路不通时懂得转弯。曾读过这样一则故事，老和尚问小和尚，如果你前进一步是死，后退一步则亡，你该怎么办呢？小和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往旁边去。我们需要有小和尚这样的睿智，随机应变，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路走不通时可以转弯另择他路，让自己不至于陷于困境。前几天我因为一些事儿走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没想到遇见了自己的初中同学，他是律所的合伙人。当年老师和同学都为他遗憾，因为他的理想是考中国人大，结果却考了技校。没办法，那时他家困难，他是长子，父母希望他早点赚钱。他技校毕业那年，很多学习不如他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如今他怎么成了律师了呢？原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技校毕业后，他边工作边参加自考，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本科，然后开始全国司法考试，考了5年又拿了证，后来就开了这家律所。老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直走不行，那就转个弯再走。这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梁启超曾经说过，变则通，通则久。面对困难，任何的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让自己的状况更糟糕。与其被困住，不如主动出击，尝试着去改变自己。转个弯，或许危机中就藏着新的机会。不要被眼前的小河沟拦住，跨过去或许就是星辰大海。烂人烂事儿，学会放下。著名心理学家霍兰德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学生们听后全都捧腹大笑。过了一会儿，霍兰德再次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这时候只有几个学生礼貌性的笑了笑。没想到准备下课时，霍兰德又一次把这个故事复述了出来。这次没有一个人笑了，大家不禁紧皱眉头，神情显得有些无奈。就在这时，霍兰德开口道，一个故事讲一次你们会笑，但重复讲述你们就不会再愿意听。可为什么大家却总是为了同一件事而反复计较争论不休呢？事实上，这样的事儿我们常做，一件糟心的事儿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和自己过不去。有句话说得好，当你握紧双手，握住的只是手里的那点；当你打开双手，世界都在你手中。一个人总是念着过往，只会伤感；总是念着不好，只会懊恼；总是顾着名利，只会失意。不如放下，还自己一片宁静。林清玄曾经说过，那些因舍而空出的，必有更好的东西来填补；那些舍去的并未消失，而是为了发生更好的而存在。余生很贵，别为难自己。
年少无知，凡事想得美，以为人生一路坦途，风景旖旎。长大后才懂，一帆风顺不过是美好愿景。人这一生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你曾坚守的东西，推倒你内心建立的秩序，破坏你设计好的蓝图，打得你措手不及，甚至怀疑人生。这个世界不会按照谁的定义按部就班，更不可能顺着你的期待给你一个完美的结局。可那又怎样呢？一朵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也荒废不了整个人生。不能接受的就改变，不能改变的就转弯，不能转弯的那就放下，这样你才能成为人生赢家。用《霸王别姬》里有这样一句台词说：人呐，得自个儿成就自个儿。与君共勉。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人生潜规则，敢被人讨厌，才能活得爽。你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亲戚问你来借钱，你心不甘情不愿，可最后还是把钱借出去了。同事扔给你不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你很想与他争辩一下，最后想想还是算了。父母希望你按照他们的想法报志愿、考公务员，你很委屈，最后还是妥协了。试着回想一下上面的场景，最后促使你答应的原因是什么？给亲戚借钱是怕亲戚不悦，怕他们对你指指点点；帮同事做工作是怕同事不悦，不再与你相交；顺从父母的意愿是怕父母不悦，怕自己不再是父母心中那个乖巧的孩子。总而言之，我们没有拒绝，一方面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维护好这段关系；另一方面是怕惹别人不快，怕自己被别人讨厌。但也正是这样委曲求全的心理，让我们陷入痛苦。就如作者在《被讨厌的勇气》中说的那样，对认可的追求扼杀了自由。我们压抑天性，埋藏心中的渴望，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甚至还留下诸多我本可以的遗憾。之前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日本一位老爷爷一直单身。被采访时，他说自己年轻时一直喜欢一个姑娘，但他怕被拒绝后别人说三道四，结果生生错失了这段缘分。对着镜头，满头白发的老人双眼湿润，说：“我本可以。”幸也不幸，几十年后，被暗恋姑娘的丈夫去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终于对着姑娘说清楚了自己的心思。老人娶到了心悦之人，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想来令人心虚不已，当年老人若是有足够的勇气跟姑娘告白，说不定早就在一起了，也不用白白苦等这么多年。即使被拒绝了，也能获得情感上的成长。但年轻的他跟我们一样，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他一直活在别人的眼中，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却唯独忘了为自己而活。因此，想要活得爽，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也只有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才能真正拥有幸福的人生。说的再现实点儿，纵使再会说话做事的人，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犹太教义中有这么一段话：即使有10个人，其中势必会有1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事，你做得好还是不好，都会批判你；有2个人会和你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有7个人，无论你怎么做，都漠不关心。俗话说得好，我们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而且，就算你是人民币，还有人更喜欢英镑、美元。那如何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呢？阿德勒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清自己的人生课题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在他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大概是我爱你，但与你无关。他认为每个人的课题都是分离又独特的。我怎么爱你，这是我的课题，而你要不要接受我的爱，这是你的课题。前段时间在家，每天都要见证老妈和姐姐的争吵。姐姐想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我们那边见家长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要把婚姻大事定下来了。老妈不同意，她打听了一下，知道那个男生没有稳定的工作，跟姐姐异地，而且家中父母懒散，没有攒下家底，婚后无法帮衬姐姐。姐姐就不爱听这话，她觉得男生是个潜力股，而且父母怎么样也不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老妈的态度强硬，直接说她不同意，自然而然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而他们之所以闹起来，就是没有把课题分清楚。在这件事里，老妈的课题是把钱置于婚姻的利害关系，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之深远，跟姐姐讲清楚。如果姐姐听完仍不改初衷，老妈也只能送上祝福。姐姐的课题是听听老妈过来人的建议，认真去思考，然后为自己负责，做好决定，不必为了在意老妈去反驳。可老妈爱女心切，强行干涉姐姐的课题，替姐姐做决定。姐姐孝顺，跟老妈说理，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倘若老妈和姐姐都守住自己的本分，过自己的人生，人和人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纠结和烦恼。特别喜欢书中的一句话：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其喝水。人和人最好的关系理应如此。如果你在意别人的评价，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怕惹人讨厌，便是把自己束缚在别人的人生课题当中，就会有无尽的人际关系烦恼。看到这里，肯定有人说，课题分离也太残忍了，而且把人和人活成了孤岛。其实不然，之前读一篇有关拒绝的文章中说，我们往往觉得拒绝别人就是伤害别人，殊不知被拒绝可能会成为别人成长的机会，你又何必剥夺？老妈和姐姐也是，如果他们都能做好自己的人生课题，那么从中得到的肯定是成长和融洽的亲情。不要总觉得别人太脆弱，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往往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冯唐说，人生有2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关我屁事，另外一个是关你屁事。话糙理不糙，搞清楚这2个问题，做到课题分离，就能解决我们人生中至少80%的烦恼，生活一定会变得轻松快乐很多。在被讨厌的过程中，你也许会失去一些什么，但是能够获得主宰人生的权利。除了课题分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阿德勒认为，幸福的人生还需要挣脱过去和未来的束缚。1、过去的束缚。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人是过去，尤其是童年经历的产物。这些经历变成潜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人生。恰似那句我们走过的路、经历的故事以及一日3餐，铸造了今天的血肉。但阿德勒不这样认为，他说，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赋予经历的意义。拿原生家庭来说，亲子专家叶壮曾说，我现在却不能同意那些一遇到问题就甩锅给原生家庭的人。既然你知道原生家庭有问题，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抱怨。只要原生家庭这个问题还存在，他们就可以有不幸福的借口。原生家庭就像一个屏障，屏蔽幸福，成为他们万事不顺的源头。在他们看来，原生家庭就是原罪。但一味执着于被给予了什么，现实就会改变吗？我们能换个父母重新来过吗？既然过去无法改变，那如何看待过去，赋予它怎样的意义，便决定了你的现在。山井里的水永远18度，但夏天饮用和冬天饮用的感觉完全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便是人的主观感觉。过去也是，如果你认为那是枷锁，那将永远走不出生活的泥沼。但倘若你能正视过去，意识到无论过去怎样，都无法决定现在，亦无法决定将来，想必日子会更舒畅。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是上了发条的机械，无法更换一出生就有的零部件，但是我们可以更新换代，成为更好的人。挣脱过去的束缚，把自己从以往的丰功伟绩或破败不堪中拉出来，直面生活，幸福自然就来了。2、未来的束缚。挣脱未来的束缚，真正的核心点在于活在当下。很多人目标远大，觉得只有登上了山顶，人生才算真正开始。现在的生活充其量只能算是在通往人生的道路上。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把现在登山的过程贬低成了实现未来的工具。但现在却是我们唯一真正经历和拥有的。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我本可以的遗憾？其中也有我们过于关注未来的原因，一直想着真正想做的是这样的事情，等到时机到了就去做。这是一种拖延人生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生中最大的谎言。正如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所说的，
当你急着奔向未来的时候，说明你已经不喜欢现在了。关注当下的每一个刹那，在每一个瞬间认真起舞，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人生这3件事，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算早。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位冻龄爸爸晒出一组与女儿的合照。第一张是父亲在海边抱着蹒跚学步的女儿，第二张是10年后，女儿长到了10几岁，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依旧以同样的姿势依偎在父亲的怀里，父亲的容貌却依旧年轻。网友们在下面留言说，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你长大了，我却依旧为老。是啊，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好心态以及和睦的家庭？人生一辈子最应该拼的是这3样。首先呢，就是拼身体健康。蔡亮曾说，健康是无形的财富，就像一张没有额度、没有短信提醒的信用卡，在刷爆之前，你以为永远用不完。深以为然。在年轻就是资本的口号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度之生命最旺盛的时光，就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这个词也在与一批人背道而驰。著名演员唐国强被称为穿越中华上下5000年的男人，从元始天尊一直饰演到毛主席，塑造了多个经典形象，走过的片场数不胜数，吊过威亚，吃过盒饭。时至今日，唐国强依旧觉得自己年轻。然而与众人不同的是，他认为自己依旧年轻，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健康没有半点含糊。他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于是该注射的胰岛素一支也没落下。此外，他也建议大家工作再忙也要注重生活质量，平时多自己做饭，学会管理健康。管理健康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周末徒步去菜市场转悠一圈，不仅让自己早起了，身体也得到了锻炼，还能自己做顿饭。即便是清汤寡水，厨艺一般，也总比用香精堆起来的外卖来得要好些。同样作为特型演员的刘静也保持着健康的生活习惯。他在拍摄电影《长征》时，每天1顿饭，爬山5000米，饮食不健康都是常态。工作期间能不能照顾好自己，那就在平时加强体能训练，每天1小时慢跑、打球，这是他给健康穿的一副坚不可摧的盔甲。曾几何时，年轻已经不再与健康和精力充沛划等号，与健康划等号的是惜命的态度和自律的生活。成年人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健康的基础之上，再谋求如何让自己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否则，再光鲜的生活也只是泡沫，病魔的手掌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它灰飞烟灭。其次呢，就是拼心态调整。如果说运动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那么调整心态呢，就是保持心灵的健康。心态造就一切中就提到，人的一生走过的路，恰是山路弯弯。要想顺利地直通生命的远方，心灵的方向盘就要不断调整心态，做到与时俱进，深觉有理。郭德纲呢也曾说啊，人心弯弯曲曲水，是路重重叠叠山。人生的一路若是一路坦荡，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又何谈精彩？电视剧《上将洪学智》中就讲述了洪学智2次被升为上将的经历。庐山会议上，洪学智丢掉了总务后勤部部长的职位。事实上，这对他来说并不公平。然而他对待这件事却并没有半分的哀怨，反而把这件事当成对自己的考验。他抱着接受考验的心态走上新的岗位，没有哀怨与不平，反而是积极地投入农业机械化的建设工作中，并且做得很好。好的心态伴随了洪学智一生。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下放劳改，要说一点委屈都没有的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还是凭借着有好心态，把本该清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直到顺利迎来平凡。加工连派他点豆腐，他就把豆腐点到最好，
加工连派他晒谷子，他成为了最能扛粮食的那个；加工连派他种菜，他就把自己以前干农活的经验全部使了出来。无论是大是小，尽力做好总是对的。好的心态便是与其怨这怨那，不如做好手头的事情。调整心态，并不是像阿 Q 一样自我安慰、停滞不前，而是要不断调整前进的步伐。道路宽广时策马扬鞭，道路崎岖时匍匐前行。要知道，大部分人都会有不幸的遭遇，包括很多人生赢家。你与人生赢家的差距不在于经历痛苦的程度，而是在于你能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最后呢，就是拼家庭和睦。家是一个人最该珍惜的地方。作家刘同曾经与父母的关系十分疏离。去年春节7天的假期，他花了2天在旅途中，其他时间呢都用来见自己的老朋友了。细数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不过3顿饭的功夫。于是今年春节，他选择好好陪伴父母。他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去旅行。旅途中，他看到了母亲在雪地里像孩子一样开心，带着父亲学会了滑雪，和父母住在一个房间里。原来母亲的呼噜声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了。刘同给父亲买鞋子，却发现早已经忘记了父亲叫的尺码。刘同说：“我们安慰自己，血缘嘛，就是不走近也能在一起一辈子。不走近，也能算是在一起一辈子吗？恐怕不是这样的。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越早越好。”通过这次旅行，刘同与父母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饭桌上，一家人吃饭时有了欢声笑语，以前的话不投机也消失了。带着这样一份温情去工作，工作效果不必多言。他做了光线的副总裁，在北京老家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古语云：“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不只是避风的港湾，更是给劳累了一天的你充电续航的地方。维持和谐的家庭，不需要你说暖心肉麻的话，只需要拿出自己的关心。作为家庭成员，相互体谅，相互照顾，便听不到抱怨的声音了。自打出生的那天起，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就开启了倒计时。所以，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珍惜团聚的时光，都不嫌早。健康、心态、家庭，才是人最好的保健品。财富、地位、名利，只是做好这3件事情的副产品，而不是用这3样东西去换它们。面容青春永驻固然奢侈，然而懂生活的人会让一颗心永葆青春。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高级的人生都擅长做这件事。前段时间被抖音上79岁的汪奶奶圈粉了。汪奶奶痴迷舞蹈创作，一生热爱。如今已79岁的她，依然每天练习舞蹈1.5个小时，这才有了中国达人秀舞台上她惊艳全场的瞬间。人们都说，18岁之前的样子由父母决定，18岁之后的美由自己负责。而汪奶奶却用此生所热爱的事，让自己美了一辈子。一个有爱好的女人，一旦将这些爱好坚持下去，即使跌入生活的万丈深渊，也能从容面对，波澜不惊。有爱好的女人更有选择权。袁宏道说：“世人带有书皮，终生不易，便是名士。”就是说，一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爱好，认真专注，终其一生，定成大师。而对于女人来说，选择一个爱好，并发自内心的热爱，有时还能让你在生活中拥有更多选择权。朋友燕子在36岁那年遭遇了中年职场危机，公司裁员，要将35岁以上的员工遣散。名单下来后，同事们都在发牢骚：怎么办？下个月还要还车贷房贷，工作不好找，一家老小的生活开销让人头疼。当大家都在为未来堪忧时，
燕子却成了这次职场危机中的赢家。原来他平时就喜欢美工设计，业余时间还在上设计培训班，日复一日钻研着爱好，闲的时间还拿了一些设计的奖项。起初燕子没想太多，只想着以后能将照片修得漂亮一点，没曾想到如今派上了用场。因为设计能力不错，他接了私活，攒了几笔钱，即使失业也不至于狼狈。后来在大家还在担心生计时，他很轻松地凭借着出色的设计能力找到了新的工作。你的爱好里藏着选择权，也藏着前途和命运。在电视剧《第二次也很美》里，女主角安安为了婚姻放弃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当生活的贫乏磨平了爱情最初的模样，安安和丈夫离婚了，还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一个家庭主妇连最爱的人都保护不了，甚至没有能力养活自己。为了孩子，安安重新拾起了创作漫画的爱好，立志要成为一名最优秀的漫画师。随后她参加比赛，拿到签约的机会，安安终于圆回了体面，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与爱情。有爱好的女人在生活面前更多了一分选择的权利。有拿得出手的爱好，能让你更加从容地面对职场的淘汰。遭遇生活危机时，换一条路走，依然是康庄大道。有爱好的女人更有魅力。人无癖则无趣，一个人若没有爱好，内心没有丝毫心动之事，一生庸碌寥赖，人生自然枯燥无味。正如窦文涛在《圆桌派》里说过的，人活着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有爱好的女人能感知生活的细微美好，保持有趣的好奇心，不停探索，最后就能取得成就。最近上热搜的松田玉美女士便是这样的人。她36岁创业，43岁离婚成单亲妈妈，50岁成为年收入上千万的企业老板。她的这些奇妙经历都源于她生活中的爱好。18年前，她参加了女儿学校组织的手工艺课程。起初，她对手工有些排斥，但后来发现，一根带子居然不用缝纫就能做出美丽的工艺品，这激发了她的兴趣。从那以后，她爱上了编织。空闲时，她给女儿编的包包可爱又耐用，吸引了很多妈妈来请教。有一天，她突发奇想，既然手工如此受欢迎，为什么不学着创业呢？36岁那年，她尝试创业，但丈夫非常反对，天天念叨她忽略了家庭孩子，指责她没有做好主妇的本分。再三考虑后，松田玉美决定和丈夫离婚。这样独立有主见、热爱自己爱好的女性，她的生活确实过得精彩又有趣。从全职主妇到企业老板，学历不高、经验不多的松田玉美，却有自己独到的生意头脑。别人眼里一条小小的包装袋，她能挖掘到一片商机。她出书、开线上课程，鼓励更多全职妈妈加入手工创业的行业。如今53岁单身的她，生活过得有滋有色。她说过：“我不想结婚了，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以过得很精彩啊。”一个人感兴趣的事越多，开心的机会也就越多，生活随之变得美好，灵魂也将更有趣。倘若将爱好发挥至极致，甚至成为一项技能或一项事业，女人就越不容易受生活的摆布。有爱好的女人更热爱生活。有人说过，爱好于人不仅是很好的解忧药，更是一个人生活的避难所。之前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跳舞的视频火了。两夫妻是浙江温州人，在外打工7、8年了，攒了点积蓄，本想筹划开店，丈夫却出了车祸，还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妻子很不容易，又要忙生意，又要照顾丈夫和孩子，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机缘巧合下，妻子接触了舞蹈，跟着视频学了几天后，跳得愈发熟练的妻子拉着丈夫一起跳起了舞。起初丈夫特别抗拒，没想到一来二去，也爱上了跳舞后酣畅淋漓的感觉，压力得到释放，身体越来越好，不再紧张焦虑，人也变得欢乐了。妻子看到跳舞给丈夫带来的改变，特别欣慰。之后只要一有空，就邀请丈夫共同参与。从此田间地头、村中马路边、林间的小溪旁，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妻子对跳舞的热爱深深感染到了丈夫，后来他们还一起创作了属于自己的专属舞步，
疫情期间，他们开直播跳舞，收获了许多粉丝。大家看着他们在田间欢乐的舞蹈，纷纷表示，两夫妻没有浮夸的舞蹈技巧，有的只是痴迷的热爱和真实的感染力，让人看到了生活里平凡幸福的样子。现在的丈夫每天乐呵呵的，确实得妻如此，夫复何求？一个有爱好的女人一定很热爱生活，也能将小家经营得越来越美好。正如萧伯纳所说，醉心于某种爱好的人是幸福的。生活终归不是一路平坦，但有点爱好的人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总能在任何环境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人生若拥有自己所热爱的兴趣，便是无比幸运的。那一点点品好，让彼此身处低谷时都能将小日子过得诗情画意。有爱好的人生越活越高级。周国平曾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要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深以为然。对于女人来说，有爱好的人生才是高级的人生。它能让我们在面对明争暗斗的职场中，在错综复杂的感情里，在家长里短的生活中，用更好的人生态度去迎接每一天。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好，读闲书，品清明，春赏花，秋扫叶，夏养琴，冬烧柴。待到老矣，回首过往，不留遗憾，终将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关注读者，感恩遇见。